杨紫新剧热度破3万。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长相思》热度破3万，这个消息确实让人振奋。杨紫已经连续7年出爆剧，从《战长沙》《大秧歌》《香蜜》《欢乐颂》《亲爱的》《热爱的》，到如今的《长相思》。而这部《长相思》到底为什么能如此爆火？不仅因为剧本是个好剧本，同时演技都同时在线。《长相思》是一部由秦真、杨欢执导，童华任编剧，杨紫、张晚意、邓为、戴露娃、王弘毅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的古装神话剧。该剧改编自童华同名小说，观众也是好评不断，值得看的一部好剧。然后其实我在这篇文章讲解剧情也无意思，但是相对于剧情中最新的人物，那可能就是香柳。小妖和香柳见的第一面，小妖说无力自保，无人可依，无处可去，所以香柳以防风辈的身份教小妖剑术10年，找天下最好的东西给他打造兵器。所以香柳给小妖喂了37年经写在海底的大蚌里，一起度过37年。因为小妖喜欢涂山璟，他救了濒死的涂山璟，如果涂山璟死了，小妖就回去做王母。最后以命解了和小妖的情人谷，在战死沙场之前，还把给小妖的新婚贺礼给了毕君，以他的身份送，然后以将军的身份战死沙场。上战场之前给小妖做新婚礼物，以血为证，把小妖送给他的冰晶球封进了扶桑笑娃娃里。所以香柳带小妖去深海，给了小妖一片任他遨游的海。他有9个脑袋9张嘴，没有一张嘴对小妖说我爱你，但是他到死都在爱小妖，就连战死沙场也是算好的。他说，小妖，从今往后我再不能守护你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愿你一世安乐无忧。抹掉了镜子里他们共同的回忆，只身赴死。我倒要看看是谁说香柳不爱小妖，他已经做了他这个身份能做的所有了。无论是防风辈还是香柳，他都做到了极致。他是9命香柳，他已经把自己能给的名都给了小妖了。但他也是将军，他也有自己需要背负的责任。他虽然是将军，但是为了救小妖，也只身入高辛，只身入神农，还要他怎么样？37年啊，13000多天，他爱他，却从来没说过他爱他，一直在他身后默默付出。而景的人设也非常让人喜爱。首先，小妖从未想过把表哥当成爱人，但他绝对是小妖心里最重要的人，谁都比不上。在获得权力的道路上，他和小妖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那也是小妖想看见的。其次是景，小妖第一次喜欢依赖的人。很多人说景懦弱，但其实最有谋略、最聪明的就是他。提出让颛顼在中原称王的决策就是景，只是让丰隆转告的，而做这一决策只是为了离小妖更近距离。他为颛顼筹谋画策，在梅林殉情，重金求香柳抢婚。他善良温暖，像一束光出现在了小妖生活里，也是唯一一个愿意抛弃所有之位和小妖在一起的人。小妖也说过，看似是他救了景，其实是景救赎了他。哭得越狠，演技越稳。杨紫的哭戏让娱乐圈多少女演员羞红了脸。国产古装剧在暑期期间其放大招，4位顶流轮番带来巨制制作。要说国产剧里面哪一个题材能够实现频繁持久输出，但同时又经久不衰的，那么必定是古装剧无疑。虽然不人少经常吐槽近些年的古装剧无法带来经典作品那般惊艳效果，大部分都是粗制滥造，可是每当有一部剧的产出，就会有相关高热度关注，热点话题在全网飙升的速度是其他影视剧无法企及的。就拿今年上线的古装来说，其中的粗制滥造负面口碑不少，可是却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爆火，可见题材在大部分观众心目中仍占据一定重要位置。抛开罗云熙、侯明昊之前的高热度成绩，肖战和迪丽热巴的暑期档大剧掀起了古装新高热度，主角阵容更是因为角色圈粉不少，粉丝一夜之间就以上万计增长，影响力十分大。但事实上，《玉骨遥》《安乐传》的热度算是一般好，或者换言之是正面口碑热度不算高，在全网的热度数据显然没有诚意。杨紫新剧这般成果，诚意的《莲花楼》堪称是近几年以来把武侠剧拍得最逼真，并且也是最具悬疑感的古装剧。开播就以整部剧的武力值定热度高低，精彩的决斗场面可谓让不少观众为之热血沸腾。该剧再现了原著的经典场景，将书中的武侠世界真实的搬到了银幕上，每一帧都描绘出武侠世界，显示一切
芙蓉楼太完美了，一上线就完胜以往的古装剧，尤其是其在打斗剧中的出格表现，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惊喜。面对如此好的成绩，估计也只有诚意的老搭档杨紫的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了。《长相思》带来的神话般的爱情故事不容小觑。该剧在未登上舞台之前，就因其强大的演员阵容而受到欢迎。真正上线后，凭借剧情和人物不断吸引粉丝。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像其他古装，该剧一出场就大受欢迎，后期热度下降。相反，随着剧情的深入，相关话题也越来越多，粉丝也越来越多。首播后，该剧的相关资料在网络上疯传，节目的细节、演员的表演、花絮等都在网友的放大镜下受到高度关注，粉丝数量一夜暴涨。今年罗云熙爆出圈子后，来回发现了不少考古资料。演员受欢迎就是这样，电视剧也就受欢迎，里面自然也有很多考古材料。虽然《长相思》才播出2天，但观剧的观众已经对整部剧的剧情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剧中每个角色的性格如何，女主角与每个角色之间的感情线又将走向何方，主角们的命运又将如何？这些相关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全网剧透和考古中找到。长春好喝吗？这个话题相信已经在屡次霸占热搜词的讨论中找到了答案。其他古装剧无论多火，长期只能上1-2个热搜。至于《长相思》，更是连续2天占据娱乐榜榜首，热度可谓现象级爆炸。在这么多受欢迎的参赛作品中，大概就是该剧新颖的剧情让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整体的制作和演员的演技都在合格线上。剧情方面，该剧以多重情感虐恋为主，以一女4男的情感纠葛为全剧的主要焦点，整体内容主要围绕这条古偶爱情线展开。制作方面，特效足够真实自然，剧情节奏自然衔接，服务上也根据角色的不同进行了细致的处理。从演技上来说，《长相思》是一部难得一见的从主角到配角演技都在线的古装剧。邓伟的男2号率先登场，凭借着高颜值和精湛的演技，他把痴情演得很温柔，眼神和动作的细腻表现，让温柔高贵的公子气质一目了然。张晚怡的男主也被刻画得非常完美，精湛的表演下，一方面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喜剧演员形象，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竭尽全力布局伟大事业的人物，丰富了男性的形象。带领九头魔香柳凭借谭健次的演技，让很多观众惊叹不已。性格有高寒，有内热之分，外冷内热的人物形象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最后，该剧的最佳演技男主角属于杨紫。作为各大热门剧的扛剧青年能手，杨紫此次的表现显然让新老粉丝眼前一亮。自播出以来，她的演技得到了全网观众的认可。男女不同角色的塑造，可以说她把演技驾驭得游刃有余。播出的剧情中，女主角依然是温小六，而且她还是一个男人。对于这个男性角色的塑造，杨紫的主要演技是中线的声音变化、行为的粗犷和不拘一格，以及小细节中微表情的管理。在杨紫的表演下，文小六的喜剧演员被还原。另外，虽然逍遥还没有登台演出，但从考古资料来看，就逍遥的人物设计而言，杨紫的演技也相当炸裂。与 S 争论时女2，逍遥太狂野了，嘴巴张得像机关枪一样，拔头发时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把女2推到床上，拔光她的衣服。她所有的实力都展现出来了。不过，这还不是她演技最爆炸的表现。令横店震惊的是杨紫的哭戏。在接下来的剧情中，杨紫将会出现多个虐哭场面，因此在表演过程中难免要展现出能让观众带入情感的演技。从相关材料来看，杨紫和张晚怡相拥咆哮的哭戏很难用撕心裂肺来形容，他们血红的眼睛里含着泪水，绝望的咆哮，原来的台词甚至响彻了横店的2条街道。不得不说，哭得越厉害，演技就越稳定。杨紫的这一幕直接展现了整部剧的所有虐，强大的情感爆发力牢牢抓住观众，泪水不自觉地带入角色的情绪。与圈内其他所谓顶级女星的皱眉、瞪眼、哭泣的表演相比，杨紫的哭戏带来了降维打击，似乎用生命呐喊的情绪已经完美爆发，看得出来杨紫此时已经完全融入了剧中的角色身份。
当然，杨紫在悲伤、哭泣的场景中并不只是尖叫，在这个片段中，杨紫只是用眼神来表达自己的悲伤。她那迷茫、泪流满面的眼神和上面冷漠的线条，将其中的虐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能够把哭演得如此真实自然，让眼神将角色的愤怒和悲伤描绘得如此淋漓尽致，杨紫的实力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从这些片段的演技来看，就可以看出该剧背后的剧情有多么残酷。如此精湛的演技，不禁令人期待。02肖战新电影期待人数猛增，又100亿工程达成。最近，肖战在演艺领域的好消息可谓是接连不断，而最新的2个好消息更是令人期待，那就是关于他的影视剧和电影了。第一个是在《玉骨遥》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又一个惊人的数据发布了，而这个惊人的数据就是短视频平台上与肖战作品《玉骨遥》相关的话题，播放量正式突破100亿，又100亿工程实现。当然，短短20天的100亿播放量，不仅仅是《玉骨遥》的热度之最，此次认证也让我们见证了演员肖战的超高人气。第二项，正是因为《玉骨遥》的热播，不仅让越来越多的观众看到了演员肖战的优秀，也让大家对肖战接下来的作品更加感兴趣。所以期待肖战新电影的人数也大幅增加，每天的增幅都突破了10000大关，并且有公众号还专门发文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要知道，肖战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还处于拍摄阶段，并没有大宣传。每天增加的人数能达到这个数字，足以见得演员肖战的超强号召力。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拍摄的完成，预约人数肯定会达到惊人的数字。毕竟预定的数量正在与日俱增，这是在许多观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创建的。可见，肖战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无疑已经爆红了。看到肖战的新电影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期待后，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表示，伟大的导演和优秀的演员一定是优秀的产品。另外，不少网友表示，玉骨遥看不够，所以现在很期待肖战饰演的郭靖。从网友们的一致期待中，其实不难发现，肖战的新电影确实很受大家的欢迎。确实，作为肖战主演的一部全新电影，肖战的《射雕英雄传》在拍摄完成之前就受到了这么多人的喜爱，上映后的热度也是可以预见的。相信《射雕英雄传》的票房，《射雕英雄传》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关注。